曲阜孔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座孔庙，也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。以孔子的故居为庙，现存的建筑群绝大部分是明清2代完成的，占地327亩，前后9进院落，是仿北京故宫样式修建的。这里是进入孔府的起点，民间仿额填色4个大字“金生玉振”，比例雄劲，是明嘉庆17年著名书法家胡纂宗题写的。金生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，以击钟开始，以击盘告终，以此象征孔子思想及古圣先贤之大成，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，以玉盘收韵及重音之大成一样，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。因此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方命名为金生玉振。但奇怪的是，金生玉振中的玉字的一点却居中放在中间一横处。有人说一点在中间，意在突出孔子不上不下的中庸之道。还有人说表示声音适度最好听。灵星即灵星，又叫天田星。灵星门3个字为乾隆所书。说到灵星门，据说有一段乾隆造字的故事。灵的繁体字为灵，当年乾隆题字的时候，觉得灵字笔画太多，同星门2字写在一起，笔画的粗细很难统一，就自作主张把右下部的乌字给去掉了。中国旧时有名人笔下无错字的说法，皇帝是真龙天子，更有造字的特权，于是灵就变成了灵了。古代传说是天上文星，以灵星名门，有人才辈出，为国家所有的意思。而古代祭天先要祭祀灵星，因此孔庙大门以灵星命名，又意味着尊孔，如同尊天的意思。太和元气方这4个字是明朝进士、山东巡抚曾喜所书，其意为赞颂孔子的思想如同天地生育万物一样，循环往复，永恒长存。至圣庙方上的梅花篆刻是雍正皇帝的手书，特别是至字上面的一横写到了下面，据说是因为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，尚不能封顶，所以倒过来写。圣石门是明代孔庙的第1道大门，建于明永乐13年。圣石门3字为乾隆皇帝手书。皇帝来曲阜朝孔，要行3拜9叩大礼，走圣石门。历代衍生宫出生时打开圣石门，除这2种情况外，此门不轻易开启。这还是曲阜庙内唯一的拱券式大门。中门前后遇到设壁石，浮雕双龙戏珠，以山水云相衬，云形简单，龙头角光洁，水纹线条流畅，当属明初石刻佳品。过圣石门，则是一个参天大树的院落，向前走不多远，一条小溪横穿而过，上面立着3座石拱桥，
环水雕刻有玲珑的石竿，水拥绕如碧，故名碧水。桥因而得名，称碧水桥。3架拱桥纵跨，一水横穿，环水雕刻有精美的石栏。北京天安门前有金水，这里设碧水，以为孔子庙宇与皇宫相同。这座门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，您感觉比较古老吧？50年，公元1377年，朱元璋建这座门叫弘道门，是在孔子的《论语》当中卫灵公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：不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孔子阐发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，才能成为圣人。弘道二字出自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原意为人能弘道，说人能指挥创造一切；非道弘人，并不是一切指挥人。这是赞扬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人能总结阐发前人之道而成为圣人。雍正借弘道二字，赞扬孔子阐发了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之道，即先圣先王之大成，成为千秋帝王之师，万世人伦之表。